在我们以往介绍到民国这段历史的时候呢，经常会提到一个国民党的机构，名字叫军统，后来呢改名成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咱们看前夫里边的余则成，就是在国民党这个保密局的天津站工作。那么这个机构是干什么的呢？它直属于蒋介石管，等于是蒋介石直接指挥的这么一个特务机构，负责情报收集包括暗杀一些秘密任务。一开始呢，戴笠是这个军统的头子，后来戴笠出意外，飞机失事死了之后呢，换上了毛人凤任保密局的局长。那么这个保密局下边这些特务组织暗杀那是强项，要是被他们盯上了，进入他们的暗杀黑名单，没几个人能活着出来。那咱们今天呢，就给大伙讲这个逃脱了保密局特务暗杀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势力。这个人呢，被蒋介石2次列到暗杀黑名单上，但2次都没死。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民国年间后来上台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我说到这儿，很多朋友挺纳闷，说李宗仁可了不起呀，那不仅仅后来当过国民党代总统，那是国民党桂系里边最强悍的一个实力派。而且当年李宗仁是有名的抗日将领，咱不少朋友看过电影叫《血战台儿庄》，那就是李宗仁当时指挥的，重创了当时的日本军团，极大的鼓舞了这个中国抗日军民的士气，很了不起的一次胜利。说李宗仁这么大个人物，而且他就是国民党人呢，怎么蒋介石还要暗杀他呢？这个事儿咱们得从头说起。在国民党内部呢，咱们很多朋友了解历史的都知道，派系林立，斗争很激烈。其中蒋介石的黄埔系毫无疑问是实力最强的，除了蒋介石的黄埔系以外，还有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他们3个人领导的桂系。桂系顾名思义，这桂是广西的意思。怎么形成的呢？那就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他们的部队在广西横扫了整个的这个广西地面，成为势力最强的军阀头子，所以桂系就从这儿来的。这个地方广西呢，是李宗仁起家的发源地他当初就是在这块一点点势力强大起来。那么他跟蒋介石之间也斗了半辈子。蒋介石在1927年被弄下台一回，在1949年下了台一回，这2次都跟李宗仁有关。但是蒋介石一直到1948年才对保密局下达了要刺杀暗杀李宗仁的这么一个命令。那么他跟李宗仁并不是一直这么斗，为什么蒋介石到48年才决定要暗杀李宗仁？在这个之前2个人既斗争又合作，而且他俩还是拜把子弟兄。当时1926年呢，国民党北伐，当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他们带领桂系军阀呢，宣布响应北伐，配合蒋介石的北伐。蒋介石一看呢，李宗仁率领这桂系部队兵强马壮，实力非常强，他就起了拉拢之心，说我得好好利用利用这帮人。所以当这个北伐军打到长沙的时候，蒋介石跟李宗仁见面就提出来了，说我觉得咱哥俩挺对脾气，咱拜把兄弟吧。当时李宗仁一看，这北伐总司令要跟我拜把兄弟，求之不得呀。说这么着，俩人就拜了把兄弟。蒋介石呢比李宗仁大4岁，成了他大哥了。咱们大家也都知道，这蒋介石好跟人拜把兄弟，跟张学良、跟汪精卫、冯玉祥都拜过把兄弟。但是拜把兄弟不等于就和气，说翻脸就翻脸。所以当时蒋介石呢，主要是想着利用李宗仁的桂系，兵强马壮，对他有用。在这一点呢，李宗仁一开始呢，也没有就说，把这个东西想得太阴暗，他还是跟蒋介石实心实意交往，把手底下6万军队等于都拿出来了，大哥你指挥都没问题。
等于推心置腹的跟蒋介石交往。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的时候呢，李宗仁也坚定地站在蒋介石这一块。可是仅仅半年不到的时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1927年8月份的时候呢，当时的蒋介石被汪精卫这些人给逼下台了。蒋介石当时想寻求李宗仁的帮助，可是李宗仁这时候不仅没帮他，反而落井下石，借着这机会取代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副总司令。所以这个事情使当时蒋介石对李宗仁可以说恨之入骨。李宗仁有这个转化，李宗仁也不傻，李宗仁也很有野心，他在这时候已经看出来了，蒋介石就是想利用他。那得，你利用我，我也不给你干了，我得借这时机乱乎劲儿谋取利益。所以两个人当时就掰了。到1929年呢，蒋介石缓过来了，发动了一次蒋桂冯阎四系军阀大战，就蒋介石、桂系李宗仁这冯玉祥、阎锡山、蒋桂冯阎自派军阀混战。当时的目的就是呢，削弱一下桂系势力，再给李宗仁点颜色看看，你别觉得你挺厉害，我不在乎你，没你也一样。所以当时打仗打了个乱七八糟。那个时候毛泽东写了一首词叫《清平乐·蒋桂战争》，叫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咱们很多老同志都能背这个诗词，这就是反映当时蒋桂战争。结果是桂系大败，李宗仁被迫下野，白崇禧跑到香港去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之间有着争斗，但蒋介石当时并不会采用暗杀这样的办法。为什么呢？这个事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太吓唬。何况跟李宗仁是把兄弟，斗是斗，我把你压住了，我还得用你。所以不宜采用暗杀这样的卑劣手段，传出去对蒋委员长声誉不好。所以这段时间等于后来国民党呢抗日前后，李宗仁跟蒋介石合作的还是不错的。那么说什么时候他动了杀心了呢？这个咱们大家也清楚，有的朋友看了这个建国大业，那里边就反映了那段历史真实。就是48年的时候，蒋介石呢通过竞选当上了这个民国大总统。那么按蒋介石的安排呢，他想安排国民党行政院的院长孙科当副总统，孙科孙中山的儿子。可是这时候李宗仁突然跳出来提出什么呢？我要竞选副总统。蒋介石当时一看你竞选，把我的部署都打乱了，就一个劲儿劝他你别来竞选了。建国大业里有这段吗？李宗仁说要当副总统，蒋介石不干，蒋介石说你别来竞选，你我都是军人，如果咱们俩是正总统副总统的话，人不会说我们是军政府吗？所以他这时候呢还用另外一种手段表达自己态度。你看国民党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有个仪式，仪式上有张照片，咱们大家现在都能看见啊。蒋介石穿着一袭长衫，很有派头，往这一站，后边李宗仁副总统啊站后头啊，穿了一身军装，你怎么看都不像正总统副总统就职，像什么呢？像蒋介石带着手底下一个卫兵来参加这个仪式，等于这是羞辱了李宗仁一等。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当时李宗仁问蒋介石，咱们出席这个总统就职仪式穿什么衣服？蒋介石说那还用说吗？你我都是军人，当然要穿军装了。结果李宗仁穿军装去，蒋介石没穿。你就通过这事儿能看出来，蒋介石是诚心糟蹋李宗仁一下。那么这个时候蒋介石意识到李宗仁为什么要竞选副总统，那时候整个国内的局势越来越混乱，国共交锋的时候国民党节节败退，而且国内经济通货膨胀啊，物价上涨啊，弄个乱七八糟。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日子很不好过。那么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意思就是我占据了这个位置，然后我就能通过这个位置来逼蒋介石下台，自己取而代之。老蒋很聪明，这时候能看不出这步棋吗？他也看出来了。所以他一看这个时候要任由李宗仁发展自己势力的话，坏了，自个儿大总统的位置就保不住了。所以这个时候蒋介石动了杀机，决定暗杀。
说这些都是后来国民党档案陆续解密，我们了解到的内部情况。当时这个任务呢，布置给保密局，由保密局执行。当时保密局局长是毛人凤，毛人凤呢为了执行这个任务选人，就把这个当时在云南保密局在云南站的一个特务头子沈队找来。这个沈队后来呢，专门写书写了自己在军统当特务这个生涯，其中重点就提到了要暗杀李宗仁这事。我们了解到的诸多细节都是沈队的回忆录里披露的。沈队当时回忆这段历史，他当时呢在云南站呢，自己在外边干呢，收集情报啊，也有一些暗杀活动。而且沈队本人呢头脑冷静，枪法特别准，是暗杀的一把好手。要不为什么毛人凤会挑到他呢？把他调回来，沈队一看这准是有大任务啊，把我从云南调到南京，所以他也挺兴奋，要上级委以重任，这是好事啊。但是问毛人凤要干嘛，毛人凤说咱们要暗杀一个人。沈队很兴奋，说这暗杀我老本行啊，我最擅长了，说吧，杀谁吧。毛人凤说我先不告诉你，你跟我去见委员长。一听说见委员长，这个沈打怵，为什么呢？沈队啊做外勤的，在外边散漫惯了，而蒋介石非常讲究礼仪，有的时候接见哪个下属，这下属要稍微做事你看着不够严谨的，有点随意，蒋介石肯定不高兴。这沈队说白有点怕蒋介石，一听说见委员长见一把手，心里挺忐忑的。结果见到蒋介石呢，他发现蒋介石对他特别和蔼，哎呀，坐，让他坐下，然后呢和他慢慢聊，聊了一会儿之后告诉他，你暗杀的人是李宗仁。当时把沈队吓坏了，那是副总统啊。这时候蒋介石就展开了他的洗脑术，跟他讲，现在党国到了危机的时候，李宗仁呢上蹿下跳的捣乱，不把他暗杀了，党国永无宁日，这大局就保不住了。眼看共军南下，形势危急，党国内部一定要精神团结。小伙子我就委以你重任，你完成这个任务，挽救现在摇摇欲坠的目前的局面。蒋介石洗脑很有一套，那阵沈队才30出头，把沈队说的热血沸腾，直拍胸脯，放心委员长，卑职一定完成这个任务。就这么的，沈队把这活接过来呢，他召集一些非常善于暗杀的特务，组成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2个任务，第一个是暗杀，第二个呢是防止李宗仁这时候离开南京。你别这没等执行暗杀，他先跑了。所以这样呢，沈队制定个周密计划，就李宗仁呢回家的路上，他那专车呀，有一处是一个挺窄的巷口，他车到这儿呢拐弯都比较慢，因为路窄。说这个地方是暗杀的好地方，在这儿下手最好，把这地形勘察好了，然后怎么防止李宗仁提前跑呢？就在拐弯这个地方呢，设个旧书摊来监视李宗仁进进出出，同时怕李宗仁呢说要突然间有事儿，从办公室直接坐飞机走来呢，好，在机场那边，他们在那儿弄个小杂货店，只要一有李宗仁车从这过，马上第一时间汇报。然后呢，由毛人凤通知空军，在空中用飞机、战斗机把他飞机打下来，也得把他弄死。为了防止他从车站走呢，在火车站那块呢也开个小店，卖香烟的，卖个什么的，来防止李宗仁突然间到火车站从这儿走。甚至呢，从南京到杭州的公路这块边上也开个小酒馆，干嘛？就看你从不从这儿过去马上汇报。不仅这样，还把李宗仁的伙伴白崇禧家门口也开个饭店来监视起来，就可以说这布下天罗地网了。说都这样，怎么还没暗杀成呢？这些特务啊，在这个李宗仁家附近这拐弯这儿，天天在这待着等，来来往往李宗仁就从这儿过，就40个李宗仁这功夫也杀了，要真动手。可为什么没杀了呢？是前面下个命令，除了李宗仁还真没有太合适的。你要把他暗杀了，谁来接这个烫手山芋？谁来当这个替罪羊呢？
所以蒋介石一看得，这时候用得着他，他来替我接着包袱了，算了，我不干，我呀不能暗杀他了，所以让沈醉他们撤了。可是没过多久，蒋介石又重新把沈醉他们找来接着干，为什么呢？因为这李宗仁他不是一般人，他当时李宗仁想呢，虽然这个烫手的山芋我接起来有点费劲，可是呢，我只要当上了总统，我拥有这权利，我有办法，我先跟共产党和谈，把局面稳定下来，大权在握，完了再说。所以他也不肯善罢甘休，就甘心当蒋介石替罪羊。所以事后呢，他开始有些新的政策。你比方头一件事，张学良、杨虎城给我放了。我们大伙都知道西安事变，两个人兵谏蒋介石，逼蒋介石停止内战，于是对外。蒋介石把这事当成个奇耻大辱，把张学良、杨虎城都关到那儿，随时准备收拾他们。一看李宗仁下令把这二位释放了，蒋介石可不干了，你要干嘛呀？要照你这么下去，我的根基都得被你动了。所以这蒋介石一看得，还不能留他，还得杀他，所以让沈醉他们再重新布置，又布置好了，又正要动手的时候，蒋介石又来令再取消。沈醉他们可这回真折腾没劲儿。他为什么又取消了呢？因为这个时候国民党内部出现变化，这不共产党又打到长江边上了。那么共产党这个态势就是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李宗仁的意思就是什么？和谈。桂系另一个头目黄绍竑跟李宗仁意见一样，跟共产党和谈。可是白崇禧不同意，白崇禧是个铁杆的反共分子，说坚决不能让共产党部队过长江，要在长江一线决一死战。其实李宗仁也不想让共产党军队过长江，可这个态势呢，他一看呢，只能先和谈缓和一下。可是白崇禧却反对在和谈里提这个，所以李宗仁和白崇禧这哥俩闹得不可开交，天天吵。蒋介石一看，好，你们哥俩吵，你们吵吧，自己内部窝里斗，狗咬狗一嘴毛，我才不管呢，让你们先斗，我先别动手，我万一动手暗杀成功了的话，那白崇禧整个势力就大了，让他们哥俩先掐吧。所以蒋介石第二次把这命令取消了。说后来就没这时间了，共产党的军队打过来了，蒋介石兵败如山倒，败走台湾。所以你从这个事儿也能看出来呢，蒋介石非常重视李宗仁，李宗仁的一举一动都影响蒋介石的判断和选择，就说明李宗仁在国民党内部他有很大的影响。那后来的事呢，大家也都知道，49年蒋介石败走台湾，李宗仁呢没跟蒋介石到台湾，他这跟蒋介石这个时候心病已经坐下了，他去了美国，在美国待了16年。1965年的时候，李宗仁回到中国大陆，当时这个毛主席、周总理呢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欢迎李宗仁归来。那么其实他回来这一道也不太准，蒋介石也不指人要暗杀李宗仁，但这次同样是没有成。那么相关这方面的一些具体细节呢，咱们今后节目里边陆续给大家介绍。在战争期间呢，往往在战场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在底下用另类的方式解决，什么呢？就是暗杀。暗杀用来干嘛呢？就咱两个人政治意见不合，或者是利益有冲突，但是我又不方便明面下手，暗底下捅刀子。所以越是战争年代，暗杀手段使用的越频繁。今天呢，咱们给大伙说说民国时期两位死于暗杀的大军阀，一个是东北王张作霖，一个是直系军阀的头目吴佩孚。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观众朋友说，我知道这两个人死于暗杀，可听说都是日本人干的。你为什么用听说俩字呢？因为当年他们的死的时候都有争议，不知道是谁干的，是谜案。后来经过这么多年，我们拨开历史的风尘，最终解密来看，都是日本人干的。就张作霖、吴佩孚这俩人都死于日本人手里。说为什么咱们今天把这两人单拿出来说呢？这两人之间的关系还有点意思。他俩好的时候能拜把兄弟，不好的时候就往死了打。
而且他俩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上很有意思。有人说那这是不一样啊，听说吴佩孚一辈子就恨日本人，张作霖不一样啊。虽然日本人把他弄死的，但是他之前可跟日本人合作呀，在东三省。其实这两位骨子里边都恨日本人，只不过做事方式不一样，一个呢比较决绝，另一个呢是能屈能伸。吴佩孚是从来不理会日本人的事儿，硬碰硬，面对面，我根本不理你。张作霖不是，他为了扩大自己在东三省的势力呢，他还可以跟日本人短暂合作，就可以给日本人点小便宜。但是涉及到原则的事儿，你看后来日本人要在这个南满地区又开矿啊、修铁路啊，又在葫芦岛那驻港啊，这张作霖不能答应。这涉及到要害的重大利益，张作霖在原则上不肯让一步。他和吴佩孚的书生义气还不太一样。由于这两个人呢，虽然有些细节上并不一样，但是在民族大义上呢，对日本人来说呢，都是抵触的态度。咱们客观公正的说，北洋军阀虽然当时的政治主张并不正确，但是绝大多数是有民族气节的，是在日本人面前是有硬骨头的，包括咱们说的张作霖。那么正因为是这一点，日本人对他们一点点怀恨在心，最后采用暗杀手段把这两位弄死了。咱先说吴佩孚怎么死的。这是1939年在北平，就现在北京发生的事儿。这时候的吴佩孚呢，已经处于半退隐状态，卸甲归田。有人说，那他怎么39年这时候卢沟桥事变之后呢，怎么还在北平待着呢？不往南走呢？问题是他跟蒋介石打过仗，还输给过蒋介石。说日本人打来了，我往南跑，等于我这身家性命庇护于蒋介石的保护之下，这口气他咽不下去。我跟你，我巴结你去了，你保护不走，日本人摸我怎么的？没离开北平，结果招来杀身之祸。什么杀身之祸呢？这个日本人呢，当时就想拉拢吴佩孚。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日本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曾先后组建了由王克敏为首的伪华北临时政府，由梁鸿志为首的伪南京维新政府。由于王克敏和梁鸿志本身的号召力有限，日本方面于是派出参谋部的金井武夫以及大特务土肥原贤二，试图组织统一的傀儡政权。有更具影响力的汪精卫执政，更具号召力的吴佩孚掌军。挑来挑去，挑谁了呢？挑上吴佩孚了。为啥？如果有军权的，你把他立起来，没准心腹大患。这时候吴佩孚手里已经没军队了，但是社会名望极高，他要肯站出来，那对日本人非常有好处。所以日本人呢，下了大力气了。日本大特务土肥原3次登门拜访吴佩孚，结果却惨败而归。正是由于在策反吴佩孚一事上失败，土肥原被调离了原职。日本少将川本大作接替他出任了特务机关长一职。今儿个登门拜访吃闭门羹不要紧，第二天换一拨人。川本对吴佩孚施展的是联络感情、迂回入手之策。一进门，闭口不谈政治，而是口口声声要拜吴佩孚为师，学习孔孟之书、运兵之道。吴佩孚不得已提出了一系列中国传统拜师的繁文缛节，希望川本能够知难而退。不料川本竟欣然行了3叩9拜之礼，硬生生和吴佩孚扯上了一层师生关系。我找你的亲戚朋友，当年的好友，你欠他人情的人来找你，反正每天吴府上面络绎不绝的人求吴佩孚。下野多年的吴佩孚表面上过着潜心著述的悠闲生活，然而在沦陷的北平，石井花园胡同23号吴公馆里却总是热闹非常。富有这是家属以至于是当时的这些日本人去的非常多，一天管一个，一天管一个，天天闹着去说。但吴佩孚从来没吐过口，不行，你要么你弄死我不肯出头为你日本人做事情。所以吴佩孚这时候展现的很有骨气。那他是怎么死于这个暗杀的呢？
因为他是个有名望的人。如果日本人动硬的，那都知道反而激起更多中国人对日本人反感。所以日本当时考虑问题考虑的很细，他抓住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这是1939年的一天，吴佩孚愿意吃饺子，在家呢就是厨子剁好肉馅了，包好了，煮完了吃。1939年11月24日傍晚，笼罩在中日战争阴影之下的北京城显得萧瑟凄楚，阴郁寒冷。东城石井花园11号的吴佩孚正和他的一班亲信旧部围坐吃饭。如往常一般，吴大帅的餐桌上照例有一盘他爱吃的羊肉饺。然而谁也没有想，他安逸闲适的退隐生活竟会因为这盘羊肉饺子而画上一个句号。只见他突然捂着半边脸颊，起身退下饭桌。结果这个肉啊，是从那个碎骨头上拆下来的肉，切的时候呢，有一个骨头渣就没有切碎，扎在牙缝里。这搁牙缝里头多难受啊！吃完这饺子，吴佩孚剔牙。这一剔牙，这牙签啊，那时候用的不是咱们现在说木头一次性的，那是牙签都用完了再洗，铁的。那前头是带尖的，一不留神，噗，把牙龈扎出血了。这搁咱现在话说呢，简单的外伤。但是我一想，当时那牙签铁的，有可能就不干净，反复使用嘛。我们说一撇要把你皮肤划破了，容易什么？咱说破伤风。结果呢，牙龈出血了，简单包扎包扎没当回事，到晚上这牙龈肿了，疼的就不行了。哎呀，疼的哎呀直叫唤，太难受了。他老婆说：“咱不行，这离找德国大夫给看吧，这离德租界近。”吴佩孚急了：“不行不行不行！”吴佩孚说：“租界是最混蛋的，我们中国这地界上，老外划一块地成他租的了，这不像话呀，这耻辱啊！我吴佩孚终生不借租界。”就是他这一辈子没进过租界半步，而且他警告他老婆，别一会儿我疼的昏过去了或者睡着了，你把我偷摸送租界治去，你要那样，咱夫妻这个恩情算到头了。他老婆一看，这话都说了，哪敢呢？不一会儿，吴佩孚疼的是死去活来，躺着一会儿昏昏沉沉就睡过，醒了就捂着腮帮子喊疼。正这时候，吴佩孚的学生来了。这个时候呢，吴佩孚他老婆六神无主说：“那进来吧。”12月4日，北平大雪，川本大作携日本军医冲进吴佩孚房内，强行要求手术。家属欲阻拦而不得，把人带进来一看，感觉不对劲儿。为啥？是来个大夫穿着白大褂进来，后头跟着10几个日本宪兵。看病要宪兵干嘛呀？而且进到屋里来，把这吴佩孚身边他侄子他外甥说：“都出来，得给这个吴先生动手术。”就这宪兵如狼似虎，把这人都架出去了。架出这时候呢，大夫就从兜里掏东西啊，手术刀什么啥的。只见日本军医用手术刀在吴佩孚浮肿的右腮下气管与静脉部位一刀割下，顿时血流如注。吴佩孚还来不及叫一声，就已气绝身亡。隔了大概有半个小时，里边没动静了，说手术完了，吴佩孚呢睡着了。这川本带人出来了，告诉家属没事了，早上就好了。等家属进去再一看，吴佩孚身体已经凉死了。就这一点毫无疑问，这是日本人下的毒手。就说我找你吴佩孚出来，你不出来，你的存在反而成了大东亚公共圈一个负面的宣传效应。那好，我用不了你，我就弄死你。所以这一桩历史谜案在后来经过很多人对历史的追忆，一点点清晰起来。尤其是他这学生川本带来日本大夫，川本就是个日本间谍。所以吴佩孚死到什么上了？死到民族气节上。就日本人找我，我坚决不干，最后死在这上。那么说张作霖是什么原因和日本人交恶死了的呢？就是我前面说的，日本人跟他合作，双方呢互惠互利。可是到后来呢，日本在东三省的野心逐渐扩大，试图呢就把南满这一带都占过来，又修铁路，又开矿，又建港口的。这等于这些建完了，事实上日本就会控制
等于奉天一带，包括是山海关一带，这个对张作霖的利益来说是最大的威胁。张作霖在这个时候，无论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作为奉系军阀的头子，他都不可能容忍这事儿。大元帅阁下，不要把话扯得太远，你还是好好看看你亲手签的密约吧。那我也瞅瞅。大帅，大元帅阁下，那上面还有您亲手画的勾呢。你误会了，这份密约我早就签订了。什么？枪毙了？你不是说勾就是对号，或者是承认的意思吗？你不明白，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凡是枪毙人都在这布告上打个勾。这份密约我当时就枪毙了。所以跟日本人开始表面上互相之间呢你来我往，暗地里较劲。日本人也知道张作霖这骨头难啃。这个时候呢，张作霖呢已经出任北洋军阀政府的海陆空三军大元帅。就说事实上，北洋政府最后一任总统事实上是张作霖。那么这个事儿呢，一转眼到了这个1928年。1928年呢6月3号这天，这不是张作霖执行海陆空大元帅这个职务得在北平吗？可是他老巢在奉天，他也放心不下，说我得回老家办事去。那边我那军队一堆事儿呢。这么6月3号晚上啊，坐着专列，他这专列呢就是当年给慈禧太后坐的，外头呢涂上蓝颜色挺漂亮的火车。张作霖在第10节车厢上，就从北平出发，经过山海关到奉天。1928年6月3日凌晨1时15分，空气中弥漫着些许凄凉和悲怆。张作霖跨上了返回奉天的专列，陪同左右的有他的6姨太、3子张学曾、时任军政府总理的潘复等30余人。那么当时的火车呢，从北平开到奉天了，那得一宿，就得第二天早晨呢，怎么得6、7点钟才能到。张作霖这一道呢，火车上条件都不错啊，这铺着地毯，睡得挺踏实，挺消停。到早晨起来呢，张作霖在这个自己的车厢里又吃又喝，整了6菜1汤。就这个，他还跟身边一太太说呢：“行了，马上天亮了，咱就回奉天了，回老家咱吃点好的。”他还嫌这不好呢。说话这功夫呢，到了早晨5点多钟，就来到了皇姑屯一带。眼看再往前开一段，那就是奉天市里了。就这时候，咔，车厢炸了。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23分，张作霖坐在他的豪华专列上，透过车窗望出去，天色阴霾，沉闷郁结，一如他的心境。然而奉天车站已近在咫尺，这让即将回到大本营的张作霖多少感到些许安慰。然而就在这一刻，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打断了所有思绪，剧烈的爆炸使得桥梁坍塌，刚好经过3栋桥的专车被瞬间压毁，熊熊燃烧起来。不偏不倚，正好就是第10节车厢被炸了，飞沙走石。身边俩随从，有一个当场给炸死，另外一个没炸死，赶紧起来忠心护主。一看张作霖躺在地上，再一看呢，脖子上炸个窟窿，血往外流，赶紧包扎往回抬。这时候车也来了，等抬到奉天，到上午9点多钟传出消息，张作霖死了，就是重伤医治无效。一开始这事传出来，不是说张作霖没准备，他有部下跟张作霖说了，说咱这趟回去得注意。说怎么注意呢？发表出关通电之后不久，张作霖就收到了来自奉天宪兵司令部的线人密报，称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交通口铁路一带戒严，不准任何人靠近，行动可疑，务请大帅防备。没事，他敢把我怎么样？他还有求于我呢，没事。张作霖也是大爷，
等这事出了之后呢，很多人怀疑说是不是日本人干的？日本人说不是，这是蒋介石干的，因为蒋介石跟张作霖当时南北军阀对着干嘛，说蒋介石那边派人，国民革命军派人扔炸弹给炸了。很多人说这不扯淡吗？俩炸弹哪有那么大威力啊？那得多少炸药能把车厢哗炸成那个样子？因为那时候炸弹跟现在炸弹不能比，所以这时候日本人也装腔作势的要出来破案。没几天说案子破了，说就在这个犯罪现场一带啊，有3个人鬼鬼祟祟的，一抓他还拒捕，把俩人打死，跑了一个。打死这2个人呢，一翻身上呢，翻出2张纸来，写着什么国民革命军东北招抚用旨。为了把刺杀罪名嫁祸于中国人，河本大作使出了日军惯用的栽赃伎俩，找来3名中国乞丐，给了他们每人150元，于6月3日清晨带他们去澡堂洗澡、理发、换衣服。其中一名乞丐发觉事有蹊跷，便半路逃脱。剩余2人被带到了南满铁路和京凤铁路的交叉处，一名日本士兵将2人刺死，并在他们怀里塞上炸弹，以及日本人伪造的蒋介石政府的刺杀令。所以后来经过多少年呢？日本这些战犯的交代你看当时的日本关东军的参谋河本大作，他也交代说，当初是这么回事，把那道口封住之后呢，就想把张作霖弄死。皇姑屯爆炸案的始作俑者，日本少壮派军人河本大作这样看待张作霖：我认为，只要打倒张作霖一个人，所谓奉天派的诸将便会四散，而在还没出现第2个张作霖以前，他们是不知所措的。时任关东军大佐的河本大作将刺杀张作霖的任务一手揽下，并安排一名名叫竹下义晴的参谋赶赴北京，充当眼线，及时汇报张作霖行程的确切时间和相关细节。对这个火车的整个作息时间都研究得非常清楚了，就在这个点炸死他，然后在那个3洞口桥呢2个地方安上炸药。皇姑屯铁路交叉处，日本人控制的满铁在上，有一座3洞桥之称，而张作霖的专列要使用的京凤铁路在下，穿梭3洞桥而过。河本大作分别在3洞桥上和桥墩处埋了2道炸药，共30大包，以防其中一道引爆失败。你想为什么那车厢炸得粉碎，张作霖在里头给炸成那样？那就是炸药当时安放的足够多，所以搁电线呢当做这个引擎，到这个火车这儿过来，这边有按钮，啪，万无一失把张作霖给炸死了。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回头看呢，张作霖、吴佩孚2个人都是死于日本侵略者之手。根源在哪儿呢？2个人在民族大义利益面前，你不管是为了公利还是私利，没在日本人那让过步。所以日本人一看这成了我眼前的绊脚石了，那非要出这儿后快。关于这方面呢，这东北人传呢，民间有很多这类的故事，说张作霖有一次啊，日本人请他吃饭喝酒，这酒足饭饱之后呢，把笔墨纸砚上来，说久闻大帅文武全才，能否赐一墨宝啊？咱们可能很多人说张作霖那老粗哪会写字？不是，张作霖比当时大多数人还有文化，他念过私塾，后来当胡子当土匪那没办法的事，所以张作霖会写字。某日，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3巡，一位日本名流力请张大帅当众赏字。也许是因为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却不想张作霖竟然爽快答应，提笔挥毫，霍霍生风地写下了一个虎字，最后提名落款，在一片叫好声中执笔回席。那位东洋名流瞅着落款处张作霖手黑几个字，不禁笑出了声。写完了把笔一扔，旁边参谋说大帅丢人了。说怎么丢人了？人家日本人都中国通，你写错别字了。家里说我写什么错别字了？你写张作霖手墨，可那墨字啊
底下那土字你没加，你忘了，你写成张作霖手黑了。随从连忙凑近张作霖耳边提醒，张作霖手墨的墨字少了个土。谁知张作霖眼睛一瞪，大言不惭地声称：我难道不知道墨字怎么写吗？土就是日本人要的东西，我偏不给。张林说：我没写错呀，小日本整天就惦记中国的国土，我跟他们打交道，我寸土不让啊，我凭什么把土送给他呀？我这墨里有土，这点土我都不给他。再者话说回来了，张作霖手黑，跟日本鬼子打交道不手黑行吗？一听这故事，这是民间流传的，但是反映什么呢？就张作霖骨子里头他是排斥日本人的。就是我们今天一说张作霖反动军阀，是因为当时对抗国民革命军，但是在民族大义上，咱们还认可张作霖呢，并不是一个只为自己利益一心投靠日本人卖国的那种反动军阀。所以今天我们说张作霖、吴佩孚两个人为什么死在日本人手里，这其实就是他们两个人具有民族大义、民族气节的一个明证。